我要教你一个学会就忘不了的魔术方块解法，用理解取代公式。这个方法叫8355，由台湾的许继江老师发明。我会带着你去思考，但这要你花时间动脑。如果你想无脑快速的把魔术方块解出来，我有另外一部影片给你哦。先从魔术方块的结构讲起。魔术方块呢有一个中心的骨架，那这个骨架呢有6个不同颜色的中心。那这个骨架呢它是没有办法搬动或者是扭曲，所以如果绿色在红色和橘色的中间的话呢，那么绿色永远就在红色跟橘色的中间。在这个骨架附着在上面的呢，有这种2个面的边块，还有这种3个面的角块。那在这个骨架的周围呢，就塞满了这种边块跟角块。那你在转动魔术方块的时候呢，是转动一面，转动一层，那是以某一个中心移动这4个角块跟4个边块到不同的位置。每个边块角块呢都有它自己的家，例如这个黄绿橘角块呢，它的家就在黄色中心、绿色中心和橘色中心的中间。那这个黄绿边块呢，则是在黄色和绿色中心的中间。一颗边块或角块结好的话，表示回到自己的家，而且每一面的颜色呢有跟中心连起来。为什么我要解释这些呢？因为我马上要教你在上面这一层做出一个十字，这是我们第一阶段的目标。而解出一个十字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让这4颗边块借由不同面的转动呢，回到他们自己的家。想象一下呢，这个是一个旋转木马，那人呢，他只能从楼梯上去，然后坐在右边这个旁边这个位置。这1号游客呢，必须坐在1号的座位，那怎么办呢？把1号的座位转过来，他就可以坐上去。接下来3号客人来了该怎么办呢？一样的道理，把3号的座位转过来到右边以后呢，他就可以坐上去。那这颗魔术方块的上面这一圈就是旋转木马，而右边这一圈呢就是楼梯。这个中心是白色，这个中心是绿色，所以这个位置呢应该要是给白绿边块它的座位，它的家。那白绿边块在这边，白绿边块可以这样子去上楼呢，坐到这个位置。那一种想法呢是可以把这个座位移过来，像刚刚一样，那他从这个右边呢上去，然后回家。不过如果他是第1位客人的话呢，其实更简单，他以他为标准，直接先上去占了位置以后呢，回家。那上面有第1位客人，他在正确的位置以后呢，之后的客人要坐哪，就以他为标准。例如说这边这个白蓝边块，这个第2位客人啊，他的这个家在这边白色跟蓝色中心这个位置在这边，如果他直接上去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解了，因为上去以后呢，他们2个联动会一起动，所以解好这一块这边就没有办法解好。但是如果想要去解这个蓝色这边的话呢，这个第1位客人呢他就跑掉了，所以解决之道呢是把白蓝的座位先移过来到右边以后，让他上去，然后再回家。这样子他们等于是一起回家，这2颗呢可以同时的解好。我接下来会用这种黑底的方块解释你会碰到的不同状况，那请把焦点摆在有贴纸的地方。还有为了我后面方便解说，我假设魔术方块的白色中心是向上的，所以呢在这个阶段要找到4个含有白色的边块。白色边块像这个，它有可能会出现在中间这一圈。如果白色是面对自己的话呢，就是刚刚示范的转上去
就好。但是如果是白色没有面对自己的话，你转上去呢，会觉得哪里怪怪的，这个颜色没有连起来，没有结好。那是因为如果这个白色啊，它朝旁边的话呢，你转得再厉害，白色都不会朝上。所以呢，这个解决的方法呢，是让白色朝向自己，改用左手上马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它上马的位置呢，就在左边了。那如果白色是朝下的话呢，放到右手边以后，可以直接这样子转半圈转上来。而如果已经有2颗白色的朝上在上面，但是没有办法同时结好，那你就假设某一个人是对的，例如说这个绿色的，把另一个错的呢先转下马，然后把它正确的座位呢移过来上马的位置，然后上马。如果有个白边在上层，但是白色不是朝上的时候呢，让它朝着自己，然后往旁边扭。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就可以一步的上马。那如果白边在下层，但是白色不是朝下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往旁边扭。不过运气不好的话呢，你会把它正上方的人给踢下来。所以先让上方，它的上方呢没有白色的边块以后呢，再扭，这样子就可以一步上马。理解的这些概念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试着自己把上面这4颗边块给解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解掉上面这一层3个角落，像这样子。那注意是3个，不是4个，我们留一个角落的位置不解。假设我们要让这一颗白绿橘角块回家，它家呢在这一边，橘色、绿色，那所以呢，我就把它这一块转到它家的下面。想象我们要解的角块呢是一条鱼，然后它的家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渔网。现在呢要做捞鱼，先让鱼游到旁边，然后网子放下来，接下来呢鱼游进去，那最后网子捞起来，那这个角块呢它就回家了。角块的面向跟位置呢会有不同的状况，例如这一颗，它的白色呢是面向旁边的。如果我们用同样的做法，鱼游走，然后网子放下来，鱼游进来，捞起来的话呢，会发现颜色没有连起来。那这是因为如果白色面对你的时候，它在左边的话，它无论游到哪里呢，它都是会在左手边。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，让角块它已经在它家底下的时候呢，白色面对自己，用左手去捞鱼，那鱼要先游走，然后网子下来，鱼游回来，这样子这个白色，这2个白色呢才能够连在一起。根据这样的想法，那是不是白色向下的时候就没救了呢？那你用右手捞鱼跟左手捞鱼啊，这个白色都连不起来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改变白色面对的方向。那我们把这个角块呢，刻意放在网子底下，把鱼吓跑。那吓跑了以后呢，白色它就不是朝下了。那我们这时候呢，再转半圈，让它跑走。那网子收起来，还原上面的十字，就变成前面我们所学过的。那如果白色的角块在上层，但是可能是它的面向错误，或者是说像这个，它其实跑错到别人家了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其实也很简单，把渔网放下来，放生，让这条鱼游走，然后网子呢再恢复起来。那再从这样子的状况呢开始解。那最后再次强调，8355法呢，只要先解3颗角块就好，
那等等就知道为什么。总之835的8的意义呢，是这上面这一层呢，并不是整层9个格子好，只有8格是好的。无论是旋转木马还是捞鱼，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它们都是拿位置来接方块，借由转动不同的两面，在交叉的地方达成接棒的任务。旋转木马呢是夹在上层，边块在右层。那捞鱼呢是夹在右层或者是左层，然后呢脚块呢它是在下面游的。接下来呢要用同样的概念，用捞蝴蝶的方式解第2层的边块。我先操作一遍再讲原理。本来是白色向上，我现在呢把整颗魔术方块呢倒过来，让白色呢向下。那这个方块它的下面这边呢，这个红绿白的角落呢是没有解好的。那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解3颗边块，跳过红绿的边块不去解它。那上面有一颗橘蓝的边块，它是属于第2层的。那它的夹呢在橘色的跟蓝色的中心之间，所以我先把它对齐过来，那它夹在这边。那我先把这颗边块的夹呢做一个记号。还记得我们下面的角块只有解掉3颗吗？所以会有一个缺口。那如果刚好4颗都解掉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就随便拿一个角落当做缺口。那把这个缺口呢和它夹上下对齐，然后把这个橘蓝边呢当蝴蝶，把它夹当做网子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像这样，网子是它的夹，然后蝴蝶呢在这上面，让蝴蝶飞走，网子举起来，那蝴蝶呢飞进去，网子收起来，这个就解好了。如果你有学过其他解法，会发现其他方法解第2层的边块需要很多步。那为什么8355这么简单呢？如果下面4颗角块都解好的时候，那举起网子，上面这个蝴蝶要飞进去的时候呢，角块会一起联动。那破坏了以后呢，那你就很难还原嘛。那但是如果像这个，只要有这个缺口放在它夹的下面的时候呢，当这个缺口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你不用怕它飞过来会影响到其他的角块。那所以这个解下来的时候呢，就解好了。也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角落是故意不解的，那破坏了以后呢，还是很容易还原。这就是8355的威力。那所以这个阶段呢，也是解3颗边块就好。如果第1层的这个角块呢是红绿白，这边没有解的话呢，同样第2层的红绿边块这边也不要解，因为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要留这2个缺口当做工作区，让后面的步骤比较容易。那这个阶段呢，有几个要注意的。第一个是这个底下的这个缺口啊，必须要跟你要解的位置呢要先对齐。如果没有对齐的话呢，就会破坏掉你这个解好的角块了。那第2个呢，就是举网子的方向，那同样有右手跟左手之分。那至于要用右手还是左手呢，就留待你用理解的方式去判断了。那第3个是，如果有错误的边块卡在第2层的话，也一样，缺口对齐，然后网子举起来，放生，网子收回来，回复下面的第1层，再来继续解。这个阶段要从这样变成这样，上面这一层的4个边块和这个缺口的这个边块呢，总共5颗边块都解好。不过我们专心在解上面这4个位置，在中间层的第5颗边块呢会自动好。那这个阶段呢，也要用到旋转木马的概念，把缺口这边呢当做楼梯，自己呢需要判断是右手上还是左手上。不过不同的是呢，因为下面2层几乎都解好了，
所以必须有上就有下，把下面结好的部分呢归位，破坏再还原。一上一下的准则是呢，上去的时候要把等待区的边块上到正确的座位，下来的时候呢，要把错误的边块带下来。同样为了解释方便，我假设白色面向下的时候呢，上面的中心是黄色的，那因此我们在上层挑一块有黄色向上的边块，挑任何一块都可以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，如果有的话呢，就是以它为基准对齐好。那以它为标准的话呢，这3个位置的边块会必须要是绿色、红色跟蓝色。在待命区的呢，这个黄色边块是绿色的，绿色的位置它加在这边，所以呢，把这个位置移过来，让边块上去，那这个就是一去。回来的时候呢，把错误的边块带回来，而且尽量是有黄色的啊。那所以像这个的话，这个面向是不对的，所以它是错误的。那有时候错误的边块有可能是指的说，以这个标准的方位来看呢，它其实是在错误的位置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带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可以重新再对齐一下，看一下，再用同样的方式、同样的概念继续解。像这个是蓝色的边块，那这边这2个对齐好了以后呢，这个位置这个是红色，这个位置这个是蓝色。那因为这个黄色在这边，所以我现在要改成是左手的上码，它的位置是在这边。那所以蓝色的边块它加在这边，那我就把它带上去，然后呢，剩下一个边块不是黄色的也没有关系我就把它带下来。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，因为上面呢这个是一圈，那所以只要上面的边块它的颜色顺序对了，那就算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齐，那只要对齐好一个的话呢，全部都会结好。双面结好3颗以后呢，在做第4颗黄色的时候呢，有机会卡关，会有2种状况，建议你真的做一遍，卡关了以后呢，拿着方块来看影片，实际操作。第一个特殊状况是第4颗呢，这个黄色是在下面的等待区，这边是它加，把它的座位搬过来，然后上去，这样看起来呢，这个顺序是对的，似乎就解完了。但是要一去一回下面这边破坏掉的呢要还原所以呢这4颗都是结好的，那但是你只能拿1颗结好的把它带下来，那又变成是3个好然后1个没有好，那是你这个第4个在这个等待区永远无法跳出这个轮回。那像这样子第4颗黄色在下面呢，这个口诀是将错就错，确定这3颗是结好了以后呢，我们第4颗上去，随便把1颗对的呢撞到后面。那不过这3颗呢，不要挑中间这一颗来去撞，我们挑旁边的来去撞。那例如说我们来撞这一颗好了，那所以这个座位移过来，撞出去以后呢，它在后面重新以它为标准，把它当老板。那我们假设其他3个是错的第一个是就是说撞出去的这个它是蓝色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说，就是到时候还原的时候呢，这边有点像是说从后面从后门上码，这个蓝色要回来。蓝色的家在哪呢？我们对齐一下以后，会发现到就是说蓝色呢在这个3号位置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3号位置呢，把它过来，让它去接住这个。我们这时候对齐这个标准一下，这个红色跟后面这个蓝色呢，它们就好了。同时等待区呢是这个第3个人，他的家那是刚好在这一边，那所以我再一次把另外第4个人呢撞出去，那最后剩下一个空缺呢，让他从后门这边过来。我们这样子对齐以后呢，我们会发现到说这个顺序好了，那这边边块呢也都结好了。这个状况的原理在于，因为上面4个边块是排一圈，所以只要顺序对了，对齐好一个，全部都会结好。
一去一回的限制虽然无法让第4个边块待在上面，但因为前3个解好了，那前3个的顺序是对的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特性。第2个特殊状况是3颗解好以后呢，这个第4颗黄色边块也在上层。那不过这个黄色呢，它并不是面向上面，而是面向旁边。那这个口诀呢是负负得正。想法是呢，我们要把错的这个第4颗带下来以后呢，再重新弄上去。但是因为要一去一回，所以我们要先把一颗随便一颗对的呢给撞出去。比如说这一颗，那撞出去了以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第4颗这个错误的边块带下来。那带下来的时候，被我们撞出去的这个人啊，他回来了。回来之前呢，我们这个上面已经旋转过了，所以实际上它也变成不对的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是对齐的，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要对齐的是比较多的这2个所以这2个呢才是对的。这个橘色的呢，它是错的。那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先专心解好等待区的这一块这是绿色，刚好这个对齐好以后呢，它家这个位置是在这边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再次的转上去，又把刚刚那个人呢撞出去了不过呢，这3颗是好的话，那第4个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剩下唯一的一个位置。从后门回来，它又重新在这个上面了。那甚至呢，其实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它的家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这边对齐一下，这边4颗边块都对了。这个乍看之下呢很神奇，不过逻辑上来说是必然的你自己可以想一想为什么。题外话就是如果你确定上面这4颗边块呢你都解对了，那但是等待区的这一个缺口的这一块呢，这个颜色像是这样子反过来，那就表示有人把你的魔方弄坏掉咯。那请看这部影片来修理。最后5个角落是曲基江老师花时间研究后的结晶，如果直接教大家结论，没有思考过程，就会变成公式。不过我宁愿先教大家这个公式，让你能够先实际操作。那我也尽量秉持着这个学会了就难忘的初衷呢，来去教你记忆。那至于它的原理呢，我会拍另外一部影片单独解释。那如果你对于理解835有兴趣的话呢，绝对不能错过。最前面一开始在讲这个解白色角块的时候呢，这个捞鱼的这个4个步骤会把右下的角块呢捞到右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原本右上的角块它去了哪呢？捞鱼4步骤：鱼游走，网子下，鱼游进来，然后捞起来。那原本在右上的这个角块呢，它现在跑到右下了。所以对于这2个角落的位置来说呢，捞鱼这个动作会把这2个角块交换。那当然第一层这边也会乱掉啦，那不过我们先不管，我们专心看上下这2个角落就好。那如果捞鱼会把这2颗角块交换的话，那我再做一次呢？是会交换回来没有错，但是面向变了。仿佛我就是你看这个黄色小鸭，它现在是本来是朝上面，现在朝右边的嘛。仿佛就有点像是说呢，我把这颗角块暴力扭过来，那所以一直捞鱼呢，就像是我会一直扭这一颗这个角块，那直到呢扭到正确的面向为止。题外话，不要真的这样子扭，会坏掉。所以最后5个角落的这个阶段，它的操作方式是呢，把右下这个角落当做等待区。那看看现在在这个等待区的角块呢，它家在哪？例如说这个是橘绿，所以呢它家在这边，把它家移到这个鱼的上方，然后我们做一次捞鱼，让它回家。那但是回家以后，你发现这个颜色并没有办法连起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再重复2次一组的捞鱼，让这个把它转角。那直到呢这个颜色这个方向对了，那现在呢再看看
现在的右下的这颗角块它是哪一颗，那我们就一直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同样的概念。那我这边实际示范一下，现在这个是红绿，那红绿的这个红绿夹在这边，那所以先做一次捞鱼，让它回家，但是面向是错的，所以我再重复2次一组的捞鱼，1次、2次，它刚好又扭对了。然后这个是红蓝，那红蓝在这边，这是这个很幸运1次就好了。那这段期间呢，下面这一层呢，大部分的时间都会一直很乱。那不过放心，最后会很神奇的结好，除非你对捞鱼4步这个不熟悉，做错了。所以做之前呢，要先想好捞鱼的这个4步呢，1、2、3、4，它是一起的，要做完不能只做一半。我们在这边看到是橘蓝，它夹在这边。像这样子，上面这个4颗角块都结好了，这看起来是非常这层非常漂亮。但是问题是呢，下面却乱掉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先让上面这一层呢，去把它做对齐，让它变得更好看一点啦。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改到看下面这2层。那我们一直做捞鱼，直到下面2层呢变好看，结回来。像这样子，那下面这边呢，这个2层除了这边这个角块以外呢，其他都是复原好的。现在这样子，几乎整颗方块都结好了，只剩下这个右下跟右上它是错误的。那我们可以换个视角，就是我们把错的呢都把它摆在上面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以把这个方块这样子翻过来。那虽然颜色可能跟我们熟悉的不太一样，但这个是不是看起来就像是说下面这2层都结好了，然后错误的角块是这2块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继续把这个右边呢当做这个工作区，把它当等待区，我们再做捞鱼。那这个方向还是错的，我们再做2次的捞鱼，这个对了。那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移过来，因为这个的面向是错的，我们再做2次的捞鱼。那不但这颗结好了，你会发现下面2层呢，它也是刚刚好恢复原状的。那这样子方块就结好咯。如果你不想理解的话呢，只要记得1次捞鱼，我们是拿来把这个角块呢去归位，回到它自己的家。然后接下来2次的捞鱼呢，是扭转这个角块的面向，让它变成正确的面向。如果你想理解8355最后的5颗角块，心法仍然是拿位置接方块，破坏再还原。那这是自始至终贯穿8355的原则。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请看我的下一部影片，去真正理解8355的奥秘。